我們今天在成都啊試驾尊界 V800這一台車呢，其實之前咱們有靜態的来品鑑過，但是當时有些功能還沒有那麼的完善，也不能體驗，所以这一回咱們可以深度的好好的来感受一下一些科技带来的新的出行场景和方式，比如说热水引发呀，包括我自己也存在的疑问 1.5T 增程器在馈电的状态下到底感受怎么样，还有就是它的线控转向哈，包括车内的静谧性，咱们挨个的来好好的说一说。现在预售价格也知道了，80到120万，实际上市价格你们也可以猜一下。我觉得 V800它其實相對是更加的偏商務屬性一點，因為車非常的大，5495毫米的車長，3.43米的軸距。那如果說你覺得我家庭的需求其實也有的話，其實 V680我覺得會更合適一點，日售價格是65到90萬，而且整體車長會稍微短一點，開起來呢也會更靈活一點。好了，來我們先說外觀，我們這一台呢是一個雙拼色啊，也是我覺得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顏色，還有一個限定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你們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官圖了。然後接着這個 DLP 的全彩的百萬像素投影大燈，它現在可以投出一些彩色的畫面，或者說迎賓燈效，還是挺有儀式感的。大的 logo 是可以發光的。另外這兒有一個固態的激光雷達，車頂呢是896線雙光路的圖像級的激光雷達，包括左右還有後向都有這個固態激光雷達，一共5顆。支架它一定是用了鴻蒙智行，整個 ADS 裡面最高級別的程度了。好，接下來說一下側面啊，這個門把手確實還是很有儀式感的，它呢會有一個手可摘星辰的感覺，就 bling bling 的。後備箱我覺得可以看一下啊，咱們在這兒一鍵呢就可以打開後備箱。其實我覺得對於 V800的用戶來說，它的常態可能是4座的，那它就可以把這個3排的座椅往後翻轉，把這個下沉空間進行一個填平。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放4個28寸的行李箱加4個高爾夫球包。那如果像現在咱們這樣7座正常的滿座出行的情況下的話，它這邊還可以放大概4個28寸加2個20寸行李箱。然後這邊呢，一些座椅的電動調節啊都有的，還有這兒會有一個小小的隱藏的儲物空間。OK， 我們去看車內。來到內飾必須要先上2排啊！我覺得其實尊界是非常懂他們這個級別和價位的用戶的需求點是什麼的，然後先有需求，然後再去開發對應的功能來滿足用戶的需求和情緒價值。比如說這個鞋盒，可能很多人還吐槽，就是覺得這個鞋盒都搞上了。但其實像一些商務的人士啊，比如說女生，她常態是要穿非常高的高跟鞋的，那上車之後，我第一反應其實就是想脫鞋。再配合這樣的一個羊毛地毯，它確實能營造出一個比較舒服自洽的這種獨處的環境，而鞋盒呢也是電動的，還帶了除菌功能。其實高精力人群，它未必是24小時都非常高精力的，在一個點轉場到另外一個點的路上，其實是需要有一些補能和補電的這個過程的。所以說，我覺得這兒這個一鍵隱私，今天早上在來的路上啊，動態的時候我打開零重力，然後把一鍵隱私打開，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適合在車上小小的睡一會兒。它有主動懸架，刷一刷底盤，我覺得還不錯。然後呢，整個環境其實是非常的暗的，前面的這個簾，包括後面這個後擋的簾，還有 LC 的隱私玻璃調暗，還有物理的遮陽簾，所以整體的座艙環境和氛圍是一個比較適合休息的這樣的一個氛圍，再加上上面這個星空頂又給到了足夠的情緒價值。其實一些豪華的車也會有星空頂，之前很難解決，就是有了星空頂它就沒有天幕這個問題，因為它是把那個燈管嵌入在這個頂棚裡面的。但現在這個的特別呢是它是一個遮陽簾，所以說呢，如果你想要看星星，想要敞亮一點，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星空頂遮陽簾給收起來。想要一個比較好的這樣的一個情緒價值的環境的話，那這個星空頂又可以隨時的出現，所以能滿足不同的需求。而且因為它有1600多顆 LED 的燈珠啊嵌入在裡面，所以它其實有挺大的想象空間的。現階段呢，比如說前面有攝像頭啊，我比個心，然後它上面也會有這樣的愛心的燈效在頂棚上。比如說比個耶，它會有煙花綻放勝利的狀態。它也是把這個星空頂搞出了很多新鮮的花樣。然後爭議比較大，這個熱水引發，咱們這一回是可以體驗了啊，來操作一下。這一塊屏幕呢，依舊是可以彈出的。咱們拿下來，我可以在這兒打開出水口，然後咱們把杯子放上去。現在呢，裡面是已經放了水和這樣的一個很常見的咖啡膠囊啊。萃取飲品呀，我要美式，長按2秒重塑。
按一下出水，這時候你只需要静待了，一杯咖啡馬上就会送到你的面前。那当然也会有人担心，因为毕竟这是一個熱水嘛，如果說在這個路上出現了急剎車、急轉彎，它也會智能的鎖止的功能，包括這個管路其實都考慮到了食品安全的這個問題，所以都是用的食品級的東西。再一個呢，就是它如果說檢測到室外溫度小於5°C的時候，它也會自動的把這個裡面的管路的水排空。尊界的用戶他是會去高原的，如果你要去高原，它的沸點其實會變低嘛，它也會進行相應的這個沸點的調整，以防燙傷。OK 了，一杯美式就好了，來吧，粉絲先喝。哇，現在在車上喝咖啡、喝茶都已經能實現了啊！你們覺得下一步車上還能幹啥？接下來咱們就是說座椅啦。第一個，它的1、2、3排其實都是給到的座椅按摩。雖然說我覺得3排可能真的不太會坐人，但是呢，該給到的配置就全部都是給到了。2排的這個座椅，其實有的人可能會覺得，哎，你看這兒就是有點皺皺的，包括這邊，它是有刻意的去做一個懸浮層，所以說整體坐起來更加的舒服一些，會有那種包裹的感覺。關於按摩呢，其實整個維度，包括這個腿托的這個墊子裡也是有按摩的，還挺舒服的。然後呢，整個扶手這一塊呢，是一個杯托，然後除了一鍵隱私，這邊還有個聲盾。我按一下之後呢，其實你看我後面說話，前面司機是不太不聽得清楚的，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個功能有點反人類，就是對於司機來說有點不太友好。然後這個扶手這一塊呢，它是有一個小小的屏幕，車控相關，比如各種模式，你要思想換衣間啊、空間隱私啊、會客啊，還有遮陽簾、鞋盒，都是可以在這兒進行一鍵直達的。就這樣子去按，我覺得還挺友好的。所以說，如果你要控制車控，這兒一塊，這一塊，前面這邊還有一塊。然後屏幕的話，這兒還會有個投影啊，這個不用多說了。剛剛咱們就說了，680其實會更加的偏向家庭嘛，和800有幾個主要的區別，就是680在這兒呢會變成一個吸頂屏，因為他們希望家庭場景下，不要把前排和2排進行一個隔斷，那就沒有這個家庭的交流了，所以吸頂屏會更加的合適。還有一個就是小桌板了，咱們這個是座椅上的小桌板，3折疊，怎麼折都有面兒。今天早上我在車上其實就化妝了，我覺得還挺方便的。比如說我畫個眼線，我就可以這樣子。因為我需要稍微距離近一點嘛，那常態呢，照個鏡子就這樣就行。如果要辦公的話，這樣或者這樣都是可以的。我無非就覺得，如果要放電腦的話，這個面積如果再大一點會更好。對不起，我怎麼還能跟他提要求呢？然後再說一些小的點啊，比如說這個 LC 的智能隱私玻璃，它和尊界的 S800是一樣的，一摸這個就變亮了或變暗了，其實已經足夠隱私了，但是它還是保留了物理的遮陽簾，而且它的物理遮陽簾呢是從上往下的，支持悬停，比如很多場景下遮到這個程度，或者說再多一點，就可以把臉上的這個曬給防住了，其他的其實就照到了腿部或者身體嘛。那這樣的話，你底下呢還能看一看路，也不容易暈車，然後上面該遮的地方呢也都遮了。他們是這樣的一個維度去出發的。還有一個點我是很喜歡的，是上面這個燈啊，它是可以智能追光的。啥意思呢？就是比如說我把小桌板打開的話，它這個燈就自動的會追蹤到我小桌板的這一塊位置進行照射。那如果我是要去購冰箱的話，它前面的燈會自動追到這個冰箱的這一塊，給你做一個補光的操作。所以你是不需要再額外的多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去按的，它知道你要幹啥。哎，這兒馬上就要燈了，它響應非常快哈，唰就亮了。然後這水晶燈呢，是我第一次去拍它的时候，我還挺喜歡的一個點。底下還有冰箱，我覺得其實也不用多說。音響呢有41扬2920瓦的功放，而且你看它音響罩裡面是嵌入了氛圍燈的。那座椅上還有個我上次分享很喜歡的點啊，就是這個可以收拉的充電，而且是100瓦的啊，我覺得會比無線充電來得更方便。這個熱水飲吧，如果說你不需要的話，它呢可以變成一個儲物空間，你可以有好幾層哈，比如說可以放一些筆、合同一層，還有层可以放公章，然後再還有一層你可以放你的手錶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用指紋來解鎖的，就是隱私和安全性非常的強。OK， 我們去前排。
老板們，今天呢有小吴司机为你们开車啊。虽然说这台车，我觉得车主们肯定是有司机的，但是咱们从这個駕駛的維度，我覺得還是可以值得分享一下的。首先，它用了一個800伏的全主動懸架，單輪的這個舉升力有12000牛啊，800伏的標籤就是力大。那舒適性的問題怎麼解決呢？就是通過它內置了一個雙閥的 CDC， 包括空懸調節這個軟硬的阻尼，讓整台車的這個舒適度更高一些。接下來說一下這個實際的感受，它有個駕駛模式叫蹲界模式啊，它的俯仰的角度，特別是在剎停的那個瞬間，抬頭點頭控制的還真的是挺好的。整體開起來，我覺得你哪怕是風琴角啊，車身的姿態控制的應該也還是不錯的。所以我覺得今天早上在這個後排的乘坐體驗確實是非常的好，整個環境能給到我一個很舒適自洽的這種空間的。那另外呢，就是要說一下它的這個線控轉向啊，在車機上我沒有找到具體可以調節的轉向比的這樣的一個手動的操作，它應該是一個自適應的轉向比調節，會根據你現在的車速包括路況去進行一個轉向比的自適應的調節。它最終要達到的效果就是我在高速它是穩的，我在低速比如說要掉頭的時候它是靈巧，然後因為車非常的大，所以它也會有這個正負12度的後輪主動轉向，這是開起來的感覺還行。另外就是想說哈，這台車不管是後排還是前排，它的上車的姿態還是比較優雅的，整體它的地台不高，哪怕是我這樣的女司機啊，前排的這個坐姿好像沒有說特別的讓人不適應的這種感覺，我覺得這個維度也還是不錯的。那接下來就是稍微說一下這個 1.5T 增程器的問題啊，我覺得分兩個方面吧。如果你是一個非常追求操控、愛好駕駛，特別是燃油車時代，比如說還有自己的性能車什麼的，那你可能會比較計較這個到底是串並聯結構還是增程結構 1.5T 還是 2.0T。 如果說你就是一個老闆坐在後排的話，我覺得大概率是不會受這個影響的，因為它純電續航也比較的長，綜合續航也很長，司機也不用受阻能困擾。那在 1.5T 增程器的這個饋電的狀態下啊，動力是完全足夠的，跑高速的話，然後聲音呢可能會相對明顯一點點，在這個猛加速的時候。那總的來說，我覺得這一台車是完全能夠滿足這個級別、這個價位的老闆們的這個情緒價值和用車體驗的需求的，因為畢竟坐在後排的感覺還是非常的尊的，所以大家說它叫大尊，你們覺得呢？